把我喊到这儿来，其实我不是特别愿意。常老师搭戏搭得真好。做人不能吹毛求疵，但干航天一定要吹毛求疵。哇，您是哲学家吧？从来没享受过明星的待遇。如果不拿稿子站在这儿，我估计我不敢来了。你究竟花了国家多少钱？你怎么那么内疚？感觉？他是常进，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北京时间的30号，11月30号，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自然》请中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发布了暗物质卫星悟空的首批科学成果。天文学家可以根据我这个世界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能推测天上暗物质的可能的性质。您如果放开胆去想象一下，暗物质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暗物质最终能干什么吗？神秘面纱在这里将会被一一揭开，创新引领未来。本期演讲者常进。品味中国敬酒，感悟中国智慧。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倡导者中国敬酒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科技和创新已然成为了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继续发展的重要的支撑力。我们将把近几年来中国的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当中的科学领军人请到我们的讲台上，让他们来给我们讲一讲在新时代下他们的这种创新精神。11月30号，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首颗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号发现异常的电子现象，被科学家们称为是发现了疑似的暗物质。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样一个神秘事件背后关键性人物，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常进，掌声有请。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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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老师。谢谢各位，各位请坐。您上来之前，我还一直在想怎么称呼您，因为您是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副台长，我本来想叫您常台长，因为我们平时称台长都是电视台的台长，天文台的台长，您做的事儿就是天天，对，差不多。您的眼睛是看到天上的，没有，眼睛是看到地下的，要脚踏实地把我的事情干好嘛。哇，您是哲学家吧？望远镜多种多样嘛，看天上是一种望远镜，我们要做的是空间天文，是在地下把一个望远镜做好，通过卫星把它送上去。所以我看的还是地上，就对，整个信号传回来还是通过咱们的卫星，对，卫星传回来的，好像是一个喀什有一个，对，三亚有一个，对，还有北京密云，北京密云3个观测点，每天您要接收大量的数据。对对对，悟空号的首批发现，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可能找到了暗物质存在的证据，也就是说科学家们说的疑似暗物质。我要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怎么探测暗物质，这是悟空号是一种方法，对吧？我们这次只是发表了前面2年的数据，这个2年的数据里面有一些异常，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100%的找到暗物质，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工作。你把我喊到这儿来，其实我不是特别愿意，我应该待在实验室里面把我的工作搞好。不过这也是我的一个义务吧，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我有必要到这儿来解释一下，钱花哪儿去了？我可以告诉各位，常老师真的是一个很纠结的人。直到昨天晚上，他还在打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说，要不今天我就不来了。
不给我们吓得，我们说可不行，观众都通知好了，您要不来就只有小撒去讲暗物质了。但是，这个科学家还有一份义务，有必要对大众进行科普。对，因为我们用的纳税人的钱，满足我的好奇心，是吧？我已经抓住常老师的2个主要概念：第一，花钱，花了国家很多钱；第二，义务。常老师已经说了好几个，我有义务。第三，科普。如果说到科普，我先问一下，今天来的观众当中，有没有人能用大概1、2句话告诉我，你认为暗物质是什么东西？您看，您科普多么关键。我这样，你猜都可以，好不好？我找一个年龄小一点，那边好像有几个中学生。现在你几年级？初一。请告诉我，你认为暗物质是什么？前2天这个新闻你们知道了吗？不太清楚。没关系，暗物质这个词儿你听说过吧？你猜一下暗物质是什么？看不到的却真实存在的物质。对，你说的很准确。谢谢老师。他说到最根本的一点呢，就是暗物质看不见，是吧？但最关键的一点是，暗物质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它真实存在，但它找不到它。这个宇宙中不发光的东西好多，但都能找到它，通过其他方式。但暗物质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找到它。人类相信这个暗物质的存在，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存在，那解释不通，那宇宙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对，比如说这个太阳绕银河系中间转，根据发光物质的引力产生啊，太阳的速度大概按照每秒160公里，但是现在我们测出来，太阳绕银河系中间转是每秒240公里左右。按照这个速度，太阳系早就飞出去，越转越远，越转越远。对，离心力太大了。对，就是因为太阳和银河系中间存在着暗物质，才能保持现在的速度。咱俩给大家做个示范，这个中国功夫当中不是有这个咱俩面对着转圈儿，比如说两个星体互相转，其实按照道理来讲，万有引力讲的是我们两个都有质量，对，所以我们两个相互之间会有引力。但其实按照我们的质量的大小和我们速度的大小，我们越转肯定会越远。对，不会说一直保持这个距离。随着速度的增加，我们会越转越远，没准明天我就到天津了。对。但是宇宙中的这些星体一直能保持这个距离，在这互相转。对。大家就在想，靠现有的这个我们能看得到的能量是不足以维持它们这么转的，那一定还有一些能量我们看不到，但是能够让它一定的引力。常老师搭戏搭得真好，但是这么一解释，大家可能更清楚一些。对，从理论上推测一定要有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是怎么去找到它，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开讲嘉宾常老师和他的团队以及世界上无数的科学家此刻正在努力做的事儿。所以接下来有请常静老师为我们开讲。各位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才是最后答应他们来的，所以这个稿子良心保证是我写的。如果不拿稿子站在这儿，我估计我不敢来的。拿稿子不是对你们不尊重，确实是我有点紧张。今天到这儿来，第一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些暗物质的知识，第二个最主要的呢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基层的科研工作者，这个一步一步就这个卫星怎么成功的。爱因斯坦讲的，宇宙中最奇怪的是宇宙居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人类只弄清宇宙的5%，宇宙的95%呢是暗物质占宇宙的27%。全世界在暗物质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大量的经费去研究暗物质和暗能量。为什么呢？人们认为暗物质和暗能量是现在笼罩在物理学上面的蓝图乌云，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就是100年前的蓝图乌云导致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现，这个导致了我们今天这个生活。所以认为暗物质、暗能量是现在的蓝图乌云。如果能够弄清楚它，肯定会
导致基础物理学产生很大的突破。所以这是暗物质为什么热的这么原因呢？我们这个卫星真正的创新了，一句话，是世界上第一次到天上去观测 TeV 以上的波段。TeV 以上波段相当于打开了宇宙新的观测窗口，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大概在天上来年把整个天区扫描了4次，天上每个角落我看了4遍，找到了35亿以上的高能粒子，然后从前面530天28亿个高能粒子里面，我们挑出了150万个高能电子，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就在这个 Nature 上。总的来讲，一句话，这个是世界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能谱。天文学家、粒子物理学家可以根据我这个能谱去推测天上暗物质的可能的性质，肯定可以发现新的物理构成嘛，一些新的物理现象。我现在确实是看到这些数据很惊喜，我希望能尽快的出成果。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就分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当时呢，我国的空间天文啊，几乎是一穷二白。我们国家这个天文学家所用的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国外的卫星。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紫金山天文台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联合啊，研制了一个天文卫星。我们起步很早，跟日本人同步走的，但是我们的技术基础还有国力做卫星，我刚才前面讲了，需要大量的经费。这个卫星呢，最后没成功，中途下马的。要干大事还要看国家，国家实力不强，你想干大事也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空间天文要走到世界前列啊，确实是路途遥远。从92年开始吧，我们国家加大对航天领域的投入，做一个小的设备，搭在我们国家的就是载人航天的那个飞船上面，到天上去观测。这个项目很成功，获得了大量的这个太阳耀斑啊。这个项目对我们国家的空间天文还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将这个空间设备送到天上去观测天体的高能辐射。也是因为这个项目，我们才了解到天上干空间天文、干卫星一些基本的知识，机械啊、电啊、热啊等等真空啊，这些应该怎么做。这个项目我后来打下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吧。现在我们国家的空间天文呢，那些比较有名的骨干，包括我啊，包括因X射线调制望远镜那些总工程师啊，那些专家，都是来自于这个项目，所以也为我们国家贡献了人才。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干，什么事情都是要看美国人怎么干，欧洲人怎么干。我当时感觉到，第一要跟着外国人后面干，第二他们起步比我们早得多，要赶上他们，这个难度很大。所以我当时干这个项目的这个中间嘛，我的脑子里整天想的是有没有什么巧妙的方法开辟一条一个新的道路吧。所以从95年开始，除了干工程以外，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重点研究了这个高能电子和高能伽马射线的观测方法。因为什么呢？因为高能电子伽马射线的流量比较低，国际上啊也是刚刚起步，我对他们的卫星都很熟悉啊。在我看来，那些方法或者技术啊，并不是有多高明。如果我们只要在一个方向方面或者一个方向稍微花点力气取得突破吧，很可能使我们在短时间内赶上国际前沿，有可能取得世界一流的成果。有这个想法以后，我就在实验室里跟我的同事们开始琢磨，弄了3年，有一些经验，但没有突破。当时一个机会到德国去进修，因为我就盯住了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凡是跟这个有关的，我就参与讨论，拉入人聊。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在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观测方法方面取得了突破。当时也巧，美国人有个项目，就叫南极长周期气球项目，也就是放气球到天上去观测高能宇宙线，
我一看这个项目，真的机会来了。仔细研究下来这个探测器，我发现完全可以用这样的探测器去观测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将我的方法用上去的话，当时我就去找美国人谈啊，发邮件。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一口就回绝了我。但是我一步一步来吧，从最基础的参数跟他算。后来美国人有点下心了，让我到美国去跟他们谈。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一下飞机，不管3000人，先把你拉到实验室，那儿真有100人，好多人正在讨论我的方法。一来先给你一个下马威，你想1天之内从头开始，要把我的想法编成程序，而且要把它算出来，所以36个小时我基本上没有合眼，所以拿出来的时候参数跟他们这个基本上一致，第一关算够了。我这个光是理论上够没用啊，还要实验证明啊。后来美国人再把这个探测器呢拉到瑞士加速器上，用加速器的高能粒子来模拟天上的宇宙射线，也把我叫过去了，也是这样，今天给数据，明天给结果。幸亏我爸爸妈妈培养了我很能吃苦的精神，所以这一关我也完成的比较漂亮。尽管我当时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出钱帮他们做探测器，最后他们的结论是美国人最后承认我的方法还是有用的。天上不可能掉馅儿饼的，得有炉子、袖子、加油杆才能干出来。2000年到2001年初，这个南极气球项目在南极放气球，气球有多大呢？大概有足球场那么大的气球，将近2吨的探测器，要运到多高呢？要运到37公里的高空观测宇宙线。我用它的数据呢，很容易的，2-3天嘛，马上把高能电子、高能伽马射线全部找出来。这个高能电子结果呢，我很高兴，也很自豪，是以我为第一作者发表的，因为用的是我的方法。这个经历告诉我，第一件意义呢，就科学上种瓜得豆是常有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项目本来是搞宇宙线的，对吧？后来最主要的成果是高能电子，这不是种瓜得豆吗？第二件事情呢，告诉我只要人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干，即使你没有研究经费，也可以借船出海，取得成功。这是我的2点经验，告诉大家。南极气球总共进行了4次飞行，在对南极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我们观测到的高能电子呢，要比理论计算呢要多。这个时候我们急了，以为是仪器出了问题。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去用各样的方法去检查是不是仪器出问题。后来我们证明不是仪器的问题，那不是仪器的问题，肯定是天上来的高能电子比理论模型要多。这个多出来的这些电子来自于哪儿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联想到暗物质了，因为气球观测精度是有限的。2002年开始，我就有想法做一个大的卫星到天上去观测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2001年到2010年的这个10年，我还参与了我们国家嫦娥1号、嫦娥2号、嫦娥3号的探月工程。另外还在科学院的支持下，做了一个很小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搭载这个实践卫星到天上去这个观测。所以我们实验室当时所想出来的所有的先进的技术，都在我们国家的重大工程或者这些卫星上得到了检验。不光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同时也为暗物质卫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没有这个10年，我不可能只用4年时间就将这么复杂的暗物质卫星送上天的。2011年，中国科学院在国务院的这个委托下，开始实施空间科学先导计划。这个时候，由于我们前几年准备比较充分我们暗物质卫星是被科学院第一批批准的，这样我的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所以我坚信一个项目的成功啊，不光是要坚持，内外。如果你准备好了，机会来了，你才能抓得住；如果你准备不好，光有想法，机会来了你也抓不住。这是我这个体会吧，说一下。卫星工程太复杂了，我必须把全中国甚至世界上能找到的最厉害的科学家都吸收到我这个队伍里来。我们这个卫星啊，有多种探测器，BGO 探测器是整个卫星的核心。卫星1.8吨重，它就1吨重。这时候我想到什么？又回母校找我的老师。比较幸运嘛，我考取了科大氢弹物理系。后来呢，我也还有比较好的分数，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这个研究生。那时候研究生招生数目比较少，一般一个实验室就一个，几个老师带你一个。但是那时候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实验条件比较简单，一套比较好的仪器，大家都要轮流用，这个实验室用，接到下一个实验室，所以我们经常来到晚上用，做实验经常到半夜3更。我的这些老师呢，经常半夜3更从家里带点包子啊，烧点面条啊，炒点菜带过来。所以我对他们每个老师家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甜的最清楚。我对这几个老师的炒菜水平啊，可以说我们这几个学生里面最熟悉的，因为我吃饭速度快，吃的最多，最有资格对他们的水平排出个1、2、3、4来。现在他们年纪大了，今天又是这么大的舞台，我就给他们留个面子，我排出1、2、3、4了。我跟他们说，这是不要你们炒菜了，让你们来做探测器了。这是我开个玩笑话。实际上说，我用的最打动他们的一句话说，当初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谈到国外卫星的及格，这个得诺贝尔奖是这个及格，那个得诺贝尔奖是那个及格，那种羡慕的眼光。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梦想嘛，要做卫星。我说，这个是我的梦想，也是你的梦想，甚至所有天文界的梦想。有的老师年纪大了，有的退休了，但是又从家里赶来加入我们这个队伍，还有好多关键技术呢，是他们解决的。什么关键技术呢？我们这个卫星总共有2大挑战嘛。第一个是粒子鉴别，天上的粒子多种多样。打个比方，2000万人成一个大城市，你在瞬间要让你去找20个人，不能弄错1个人，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幸亏我刚才讲的所有的故事的关键的就是粒子鉴别，所以我们在这一行干了20年，有很深的积累，所以这个技术我们很快的就攻破了。第二点是动态范围，因为你不知道暗物质粒子多重，现在都是漫天撒网去找暗物质吧，所以我希望招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网。这个最大的网就要求单个探测器的动态范围要大，要大到什么呢？100万倍。什么叫100万倍？我打个比方，把悟空望远镜当成人的眼睛，一个普通的篮球运动员大概2米高，要把他看得清清楚楚，脸上、鼻子、眼睛，甚至他的器官、身上的所有东西都看清楚。他身上要看到最小的什么呢？他身上的血小板2个微米也要看得很清楚。到最高的，他整个身体2米高，这个就是100倍的动态范围。你想想难度多大？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花了10年，最后得到了科大的几个退休老师的帮助啊，干了2年，30种不同的方案，最后才把这个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案用到卫星上去。我们到了天上的数据下来，首先检查这个，发现几乎完美，10年的努力没白费。我们上天3个月以后，前面3个月最主要是测试标定，及格出来以后，科学院把国内这方面的专家都请过来，对我们这个卫星打分。我们给我们的评价是什么？是100分。2年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探测器，看这个卫星，发现所有的探测器都工作正常，所有的参数和刚上天时候的一样，即还是100分的状态。卫星发射以后呢，流了好多次眼泪，不多讲，我只讲我3次流泪。第一次流泪是我看到伽马射线天图，
当我看到伽马的分布的时候，当时在火车上，我流泪了。这个基本上证明我们200多人前面4年的工作啊，基本上没有白费，摊着起是能工作的，这是我最大的担心。当时放下来了，所以我眼泪流下来了。我出生在江苏农村，因为我父母几年以前在农村，江苏泰兴农村啊，1年的收入大概是2万块钱。我们这个卫星呢，相当于泰兴几万户农民的收入。我父亲现在去世了，他去世之前啊，老担心我会把这个卫星搞砸了，几万户农民啊，1年就白干了。根据他的理解呢，这样的事我肯定要被国家抓起来。干暗物质卫星的事啊，我一直小心翼翼，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情。第二次流泪是在韩国一个国际会议上嘛，看到日本人的结果的时候，因为暗物质探测说基础科学，基础科学有一个特点，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所以我们和日本人的那个项目科学目标一样，我们2人还是好朋友，但是他发射比我早几个月，所以我很担心他在我前面出什么大成果。尽管他比我小，根据我的预计他性能也比较差，但是真正的结果怎么样呢？当时在这个国际会议上，他的图一出来，我就流泪了。我当时想的，现在中国人还去日本买马桶盖，现在这个暗物质的话，你不需要去日本了，到我们紫台就行。第3次流泪就是从卫星发射到现在已经6年了，这个压力很大。但干航天一定要吹毛求疵，一定要捕风捉影。为什么？航天的质量太大了，一个焊点的失败，可能会导致数亿甚至数十亿的卫星的失败。日本人前2天最先进的 X 射线卫星到了天上，一个指令发错了，卫星就解体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我做暗物质卫星呢，4年每天都是如履薄冰，确实是每天都很小心。这个好多人啊，在这个中间生病了，有的老师实际上我还开过大刀，我住院治疗是常有的事。最近一次流泪，就是我看到短消息，我们一个骨干不明原因被送到医院去了，就是几天以前嘛。当时我就感觉干这份活真的太累了。不好意思，最后讲一下，就是这个卫星工作，尽管我在这儿讲很风光，但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功劳。我一个人没办法把它干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变成网红了。所以，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任务需要做。我希望这个大家对我们表示宽容嘛，让我们安静地待在实验室里，把我们该干的事情干好。谢谢大家。谢谢您。品味中国敬酒，感悟中国智慧。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倡导者中国敬酒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感谢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讲，谢谢大家，请坐。您今天这个开讲确实让我们心潮起伏。对，我也第一次向外面讲，我的心比较柔软嘛。以后您在讲的时候，刚才您说到的3次流泪就变成4次了。当然，苦中有乐这4个字一直是常老师在开讲中的主题，既有苦，但更大的是那份快乐。而且您说老师当年给你们实验的时候做的菜，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后来我一想，可不是嘛，因为您的同学可能都没吃到。对，是的，是吧？是的，是。我一拿上来，其他同学刚脱下白大褂，哎。常老师已经坐回了实验台前，对，但桌上已经空了。是，幸亏我小时候练下来的本领啊还比较强，兄弟4个，我是老大，
那时候很穷，吃饭你如果吃慢一点，你下一单肯定挨饿了。所以那时候是我这一单吃完了，如果没吃饱，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下一顿如何加快我的速度。我是跟3个弟弟一起吃饭嘛，所以跟他们竞争起来，我还基本上能力还可以。进入高中以后呢，我们是住校，这个一帮同学围着一张桌子吃饭。小时候是跟弟弟竞争，现在是跟我年龄一般大的同学竞争，从来没吃过亏。前几天啊，我一个高中同学遇到我们2个人一见到面呢就互相抢，他老抱怨我，上高中的时候跟他吃饭速度太快了，影响了他的成长的速度。这样的经历呢，不光是培养了我吃饭速度快，同时呢也培养了我做事速度比较快，讲究效率的性格。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一再的感叹于我们今天出生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为什么我们身边的技术每隔几年，甚至现在每隔半年、几个月，可能就有一次飞跃性革新？是那些默默在背后希望不受打扰，希望能够安安静静的去守住自己的那一片科研田地的这样的一些辛苦耕耘的人。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问几个观众提的小纸条的问题：为什么给卫星取名叫悟空，而不是八戒或是白龙马？悟空这个名字不是我取的，是科学院举办的一个活动，因为又要是花国家的钱，花国家钱把卫星放上去，所以他希望让广大的老百姓啊知道我们放一个暗物质卫星。怎么让老百姓知道呢？就在电视台举办一个征名活动，在网上也建一个网页，大家投票。所以广大网民的想法或者是老百姓想法跟我的想法也是一致的。我也觉得悟空这个名字取得好，用悟空的合眼精进，希望能够找到暗物质粒子。而且悟空这2个字啊，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也是相当有深意。悟相当于领悟，空太空，对，所以悟空本身也是相当有这个哲学深意。好，接下来还有个问题，他说您一直在说担心把国家的钱打了水漂，但是对于科研的态度，不就是应该要宽容失败吗？科学是允许失败的，如果一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这种说法本身就不科学。所以您能否放下心中的矛盾，大胆地走下去呢？他说的是有道理，但是你要明白，我可以失败，但我后面有200多人的队伍，我失败了，他们怎么办？是吧？输得容易是吧？看别人失败，我肯定宽容的。但是对我自己，卫星是可能失败的，怎么办呢？但如果卫星因为我失败，这是不允许的。让我想起了我上中学的时候，物理老师有一次在课上跟我们讲，说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同学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啊，原来误差是不可避免。但老师说对不起，请不要把误差当成错误，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尽力把误差降低到最小，这就是科学家的态度。你完全说的是一个物理学家讲的话。最后一个观众问题，据说物是将所有的公式合成一个公式，用一个公式来解释世间万物的道理，请问是真的吗？这个我还真不懂。我带了一个专家，我们国家最年轻的如实奖高能天体物理最高奖，他20几岁就拿奖了。哦，您的亲友团？对。来，掌声欢迎。常老师把这个难题提给您了。基础物理学有这样的一个梦想，我们现在呢对宇宙的这个认识呢说有4种相互作用力，那4种相互作用力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理论统一去解释？这是物理学家的梦想。宇宙是不是这样运行并不知道，但是我们试图去揭示这样的可能性，这只是我们物理学家的一个终极梦想吧。真有这个梦想，是，真有。好。我还有一个梦想，您帮我完成一下。您说。您能告诉我还有多少科学家潜伏在那一块吗？ 5件研究员，吴老师。哇，
他是科学应用系统的董事。刚才说的科大近代物理系，他是安徽省状元。这是袁强研究员，他是理论专家。理论专家，要分析数据。对。张晶晶研究员是帮我们做这个他在我们暗物质卫星中这个地面分析的软件的刻度这一块是他做的。团队成员都站起来吧。还有刘浩，都站起来吧。刘浩，对。没有，他们不是我的粉丝，他们是你的粉丝。掌声欢迎5位，请坐。好了，观众的问题问完了，接下来6位青年代表。好，张晨。常老师您好，刚才您说您已经知道自己是个网红了，那您知道悟空其实也是个网红吗？对。然后我想请您猜一猜他的微博头像是什么？哪一个头像是微博？我现在用的微信是这个头像，然后这个没问您的微信，这个，您确认吗？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那个，不大，那个更像科学家给出的头像。那个有点高大上，因为老百姓。你们2个都答错了。啊？对，其实是右下角的那个是悟空的头像。这个？对。首先，这个悟空，如果我是新党的话，用这样的头像没经过我的批准，我要批评他们，是吧？第二个，这个有可能他有点我不知道啊，太抽象了，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不直观。科学家就是这样，看到一就说一，他绝不会给自己留一步下面的棋。接下来我要说一句话。常老师就知道他刚才给自己挖了多大一个坑。这个头像的漫画的作者，就是这个女生。不好意思啊，感谢你。但是我刚才的话，那我要批评他们，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一点不严肃，就是他画的。你说一下你的创作的意图是什么？就刚才常老师也说过，就是中科院举行了一个活动，就是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看到悟空的发射。实际上我是2年前的那天，在那个酒泉的卫星发射中心在现场的。然后当时我看到它的名字呢，实际上它不叫悟空，它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对。然后我就想到粒子这个东西，感觉是圆圆的，然后它要去探测，所以它应该是有一个小犄角一样的东西去找东西。后来我就到了那个卫星发射中心嘛，咱们就公布了卫星的这个名字。刚才常老师也说了，其实是网友们给他选的名字，叫悟空。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悟空，给他拿上了金箍棒，然后戴上了这个紧箍咒，因为怕他去大闹天宫。然后第2天我其实是看了这个悟空的发射，我当时其实在这个发射场哭了很久。我当时觉得，以前我是觉得卫星发射、火箭发射是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通过这次，我觉得虽然悟空是去寻找暗物质的，但是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科学和我们拉近了。所以它发射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朋友离开了我一样。当时特别冷，有零下18度，我当时觉得我站在那儿，眼泪流下来的时候是会结冰的，就是那么冷。然后我的手机都是没有电的。我看到那个火箭它的防蚊涂层就是往下剥落的时候，我特别心疼，因为我觉得，感觉他们都像有生命的一样，就觉得特别伟大，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才有了就是科学的进步。所以这就是文科生，你看。所以后来我产生了好奇，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就是用漫画做科普的这个不归路。谢谢你。之前呢，我跟悟空的这个交互全部都是用漫画，所以今天我问问题也是想用漫画的形式。很特别，就是你的问题，你是代表悟空在问是吧？对。然后这个底下这个空白的地方是希望老师给我填上去。好，发现了暗物质，这是了不得一些。如果您发现的话，悟空发现了，不是我发现了。第一，第二，我也没有资格给他。那会不会叫常进粒子？不要，千万不要。我不希望流芳千古，我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就行了。这个命名权肯定交给全国人民。空白处由大家决定。对。第2个问题，会接我回家吗？这个卫星很不好意思的讲一下，因为它不是载人飞船需要回来，不回收了。这个卫星寿命结束的时候，它会有可能40-50年以后，它会渐渐进入大气层，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嘛。
我听说它是服役期是3年，今年已经是对第2年了。因为他现在状态很好，他肯定会远远超过3年。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要把悟空接回来，要比再做一个悟空要远远的贵得多。悟空最好的结果就是取得真经，对，修成正果。对。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大家很想知道暗物质最终能干什么嘛？这长高脱发，为什么提长高这事儿呢？等常老师他们真的找到暗物质，就算它能帮助人长高，我也等不到了。没，我尽量的快。这个问题也说明了很多人对暗物质一方面关心，但另外一方面确实需要科普，就大家确实需要知道这个东西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也听说您之前跟我们的编导说了，目前看没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对。那这花这么大精力，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力物力的投入，其实跟我们现在关系并不大。这个研究的意义何在呢？是个比方，就是我找到了暗物质，弄清楚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性质，肯定会导致物理学产生突破。物理学产生突破，那是了不起的一些，马上就是应用科学、技术科学。我们今天这个便宜的生活，手机、电视机、对电脑，都来自于100年前的量子力学，那都无云的解决。所以现在常老师和同样的那些科学家们在做的事情，也许并不是为我们的明天或者后天在做准备，也许是为更遥远的未来。但是这一切从今天就必须要开始了。加油，张晨啊！下一位，常老师好，小蔡老师好。然后我是一名天文爱好者，现在全职工作也是在做儿童的科学教育。可能我觉得工作内容就像刚才张晨说的，拉近科学家和公众跟儿童之间的距离。所以今天之前呢，我也找了几个小朋友，让他们提了几个问题，问问大科学家关于暗物质的。好，您挑几个您觉得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比较普通啊，为什么看不见暗物质？刚才我讲了，暗物质没有电磁相互作用嘛，是它不反射光，也不吸收光，也不发光，也不发光，所以你肯定看不到它嘛，跟光没关系。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到现在为止，不光是你不知道，整个科学家都不知道。看不见怎么知道它存在呢？微观上我知道，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宏观上我知道它肯定存在。刚开始我跟主持人那个游戏，就是表明我们2人之间有暗物质。谢谢常老师，因为我在做科学教育的时候，我们会鼓励孩子自己动手探究，勇敢地提出问题。但是可能很多的时候提的问题，就像刚才您看到这样五花八门，甚至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回答，甚至就是不会，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超出你们的想象的问对题。，这个时候也不可能胡乱说，所以想问问您，就是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你要回答问题，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老师会担心，如果我就直接回答不知道，会不会削弱我在孩子心中的地位和权威感？主要是怕打消孩子积极性。怕打消孩子积极性。哦，那我也没办法了。我觉得你可以想个办法，比如像刚才孩子问的那个问题，常老师就回答得很直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科学家也都不知道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但是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去找答案，好吧？就让孩子别放弃，也许你长大了，你能找到答案，你就比我们更厉害。谢谢常老师，谢谢曹老师。李文雄，常老师好，小夏老师好。我也是学天文学的，所以我有一点优势，就是我认识一点常老师的团队里面的人，就是在这个做这个活动之前，就是我也去联系了一下我的同学，然后要到了一些内部的信息。您没想到我们已经打入内部了吧？然后首先有一张照片儿。常老师老提这个花了国家多少钱，我就想问问常老师，就您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因为今天聊的这个照很多话题都比较片不要传给这个中国科学院，为什么？我怕我们院领导会生气，他对我们不薄，发的工资很多。我不是买不起汽车，是因为我是没有时间去领驾照。第二点是我家离天文台4公里左右嘛，正适合骑自行车，效率最高，又环保。对，你接着讲。因为我也是学这个天文专业的，以后也要想立志从事科学的事业，就是也想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生活状态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看看电影，看电影没有？逛逛公园没有？打打游戏没有？我喜欢听歌，
然后打乒乓球。科学家这份职业呢，在我的理解啊，可能有的人不同意，最好是让他安静的在那儿待着，不要有人打扰他。我很怕别人打扰我，因为分析卫星数据做科学研究需要专心。你如果不专心，你怎么可能取得成果呢？所以说，这是我的原初的想法。所以这就是你以后的生活。我非常期待。其实刚才大家不知道，常老师骑的那个也不是一般的电动车，他那个发动机是暗物质发动机。下一位，白云鹤。常老师好，撒老师好，大家好。在您刚才讲的过程中，我其实有2点觉得比较深刻。第一点就是，虽然我们同样都是做一些科学研究，但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项目或者要去从事的时候，我们的人数可能不会像您的规模那么庞大。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庞大的体量、这么大的一个团队，您是如何去协调他们之间的效率？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第一个就是诚恳待人，这样周围的人就会自然跟你变成好朋友，你就能慢慢的干大事。如果你是在基层，对吧？心态就很不一样，这个就算了。然后反正我干这件事，天天我们到天文台来工作，肯定是从最基层开始，天天去扭扭螺丝。常老师算的那些公式，我几分钟就把它算完了。抱着这样的心态，你肯定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人的台阶肯定是要到底下往上走的，但是你每一个步没有踏好，很可能会你导致前面就白走了。航天不可能靠一个人的力量能把它弄成的，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这条船在茫茫大海中走，你一个人想出风头，你想怎么了？船沉了，所有人都走不掉，你也不可能够好日子。所以大家劲往一处使。好，谢谢老师，谢谢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位青年代表，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我知道您不做幻想，最后一点点小的请求，给我们做一个预期吧。因为您也分享了几次自己流泪的经历，您幻想一下，您预测一下，下一次流泪会因为什么？我希望是一个好的结果。这个空间探测啊，它有一点运气成分，因为就刚才讲的，暗物质不知道在哪。我最期望的啊，它就在悟空能看到的这个范围之内，那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暗物质卫星主要的贡献，它是打开宇宙一扇新的窗口。这个窗口外面，我不知道暗物质在不在，但如果暗物质不在，可能还有蓝天白云，还有沙漠。打开一扇窗口，对人类的发展总是会有作用的，这就是我干事的主要目的。谢谢常老师。我觉得您就像大航海时代的那些探险家一样，也许你发现了一片大陆，没有什么东西，可能是沙漠，对，但是至少它填补了人类地图上的一片空白。你说对了，我肯定会把我这个窗口外面的能看到的东西都能告诉你，精确的告诉你一个最精确的图像，这就是我的工作的目标。谢谢大家。所以，创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对这个世界的渴求和好奇，创新同样存在于这个社会每一个人的支持。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和您一起期待着悟空给我们发来更多的，就像您说的好消息。谢谢。不停地看到我们从前科学家的眼睛没有到达过的地方。再次掌声感谢常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我刚才回答你的问题一下啊，其实科学家的快乐并不在机构出来的那一瞬间，而是在寻找机构的路上，你明白吗？因为那个瞬间很简单。但这个路上是无数的困难，每一个困难解决了以后，你都会快乐一下，也可能会流泪。所以在这里再次祝愿我们的悟空，在太空当中，能够真正用他的火眼金睛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发现。谢谢大家，谢谢各位，下期节目再见。